这可能是史上最贵的一坨 shit。上海某餐厅用大象粪便做甜品，竟然敢卖4000块一份。这时我们才发现，电影菜单根本不是讽刺，而是一部忠实的纪录片。你有没有好奇过，米其林3星主厨的心里都藏着什么？出演过伏地魔的变态主厨，本该和所有人同归于尽，为什么却唯独让女主活着走出了餐厅？种种矛盾背后，这部电影撕开了高端餐饮最肮脏的秘密。准备好刀叉了吗？这次我们要解剖的可不是牛排，而是整个装腔作势的美食界。这个故事要从太平洋上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说起。在那座岛上矗立着一家只接待特殊客人的神秘餐厅。据说餐厅的主厨是位从不露面的天才，他专门为每位赴宴者量身定制精细菜单。不过想要获得入场资格绝非易事，餐厅每晚仅开放12个席位，而每位客人的餐费高达1250美元。对美食有着近乎痴迷追求的尼克花了整整2年时间，终于竟拍到了一张珍贵的邀请函。他迫不及待地邀请刚刚认识的女友马哥一同前往。当他们来到指定码头时，发现等候的客人中不是政商界名流，就是著名的美食评论家。这样豪华的阵容让尼克激动不已。豪华游艇起航后，侍者立即呈上第一道餐前点心——木选草乳叶生蚝。还没等马哥拿起餐具，尼克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连连称赞。两人很快将生蚝囫囵吞下。马哥觉得这道菜平平无奇，尼克却激动地赞叹，这绝对是顶级大厨的手笔。在游艇平稳的航行中，小岛终于出现在众人眼前。当宾客们正在码头登记时，马哥意外发现邀请函上写的并不是他的名字。原来尼克原本邀请的是另一位女伴，只是对方临时爽约，他才找上刚认识不久的马哥充数。这个发现让马哥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为了不让尼克难堪，他还是决定配合他演完这场戏。在身着黑色制服的女服务员带领下，宾客们参观了岛上引以为傲的食材基地。他们可以保证海鲜是现捞的，果蔬是自种的，就连牛羊也是人工养殖的。所有食材都标榜着纯天然无污染。主厨员工的起居作息，岛上的一切都在为美食的严谨呈现而服务，这让在场的贵宾们赞不绝口，纷纷猜测主厨会为他们准备怎样的惊喜。只有马哥在背后偷偷抱怨，他受够了身边人的扯淡。当众人说笑着步入餐厅时，细心的马哥注意到身后的门被侍者悄无声息地锁上了。这个反常的细节让他心头一紧，但很快就被餐厅内的景象转移了注意力。开放式厨房里，厨师们正在全神贯注地雕琢料理，他们的摆盘艺术得堪比画廊展品，手上的镊子精准得如同外科手术。在宴会开始之前，主厨特意吩咐了餐厅内禁止拍照。开胃菜很快呈现在众人面前，清脆的黄瓜和金黄的甜瓜球上点缀着洁白的牛奶雪泥。著名的美食评论家闭眼细品，称赞这道菜确实别出心裁，但其他人仍然在各聊各的，仿佛菜品只是一项社交的谈资。所有人都在快活地聊着天，却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主厨大卫的手中。接着第一道菜也马上准备完毕，此时大卫走了出来，拍了拍手。 Welcome to Hawthorne, and tonight it'll be our pleasure to feed you. The curtain rises. Over the next few hours, you will ingest fat, salt, sugar, protein, bacteria, fungi, various plants and animals, and at times entire ecosystems. But I have to beg of you one thing. It's just one. Do not eat. 大卫向宾客们阐述着他的理念，他要求各位宾客细细品味送入口中的每一口食物，接受所有的一切，并选择原谅。大多数宾客对此不以为然，三三两两地继续着各自的闲聊，甚至催促着赶紧上菜。只有美食评论家和尼克的眼睛亮了起来。第一道菜是由岛上的植物组成的岛屿，尼克刚刚准备跟马哥卖弄，他今早看到有人在采集这道菜的食材，结果被大卫打断了。但是大卫并没有怪罪他，反而继续阐述起自己的理念。来到岛上的所有人都无关紧要，与永恒的自然相比，这个房间中转瞬即逝的一切毫无意义。马哥注意到尼克突然流下眼泪，似乎被这场精心设计的表演深深打动。出身平凡的马哥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反应。此时激动的尼克早已忘记了大卫的警告，将美食拍照上传到了社交网络。马哥试图和尼克聊家乡的餐馆，结果尼克打断了他，转头说起他希望大卫能够喜欢他。马哥不理解。 Tyler, you're the customer. You're paying him to serve you.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ther he likes you or not. 尼克不以为然。正说着，侍者们端上了第二道料理，这是一道没有面包的面包。 It is and has always been the food of the common man. But you, my dear guests, are not the common man, and so tonight, you get no bread.
洁白的餐盘上，几抹不同色泽的果酱错落有致，旁边附着一张记载面包演变史的羊皮纸。大卫期待宾客们能品味其中深意，几位商界精英皱起眉头，质疑这道无法果腹的菜品简直是个玩笑，而美食评论家却两眼放光。直到他看到了分层的酱汁，这不是一个高级餐厅应有的实力。其他宾客则继续着各自的社交，对这道充满哲学意味的料理反应各异。尼克专注地品味着每一款果酱的独特风味，而马哥始终没有触碰面前的餐盘。这个反常的举动引起了主厨大卫的注意，他缓步走到马哥身旁，询问缘由。马哥直白地表示，这些精致的食物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饱腹需求。大卫平静地解释，这套菜单的设计初衷本就不是为了填饱肚子。随后大卫走向角落里的一个老妇人，他向宾客们介绍这是自己的母亲，并讲述了一段童年往事。7岁那年，面对酗酒父亲对母亲的家暴，年幼的大卫在哀求无果后，用剪刀刺进了父亲的大腿，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反抗。正当宾客们困惑于这段突如其来的自白时，第3道料理被呈上餐桌，盘中摆放着插有小剪刀的鸡腿肉，搭配印着特殊花纹的玉米饼。当宾客们仔细查看时，惊恐地发现每张玉米饼上都印着各自的秘密，政要的私密约会照片，企业的财务造假证据，名人成名前的不堪往事，甚至包括尼克在餐厅偷拍发社交媒体的画面。整个餐厅瞬间骚动起来，有人愤怒地质问服务员，有人试图销毁面前的证据，空气中弥漫着恐慌与不安。马哥看到面前荒唐的一幕，气愤地质问起尼克，但是尼克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玉米饼，还以餐费是他付的为理由让马哥闭嘴。愤怒的马哥立即起身，结果走到门口却被侍者拦了下来，他只能借口去了洗手间。当他走到窗边点燃一支烟时，大卫打开门也走了进来，询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上一道菜。马哥重复着自己的理由，大卫又追问他来自哪里。马哥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来自底层。 You shouldn't be here tonight. Please get the fuck out of my way. 马哥误解了大卫所说的话，也意识到大卫识破了他的假身份。他气冲冲地离开了洗手间。新的料理在众人惊魂未定时登场，洁白的餐布上散落着凌乱的花草。年轻厨师杰里米全身僵硬地站在众人面前。大卫向宾客介绍这个被生活压垮的年轻人，他对自己的成就无比渴望但不可及，并将这道名为困境的料理交给他完成。过于真实的场景让宾客们惊恐万分，有人甚至从座位上拔腿就跑。大卫试图安抚众人，这只是表演，但血腥味和杰里米绝望的眼神让谎言不攻自破。在侍者的劝说下，部分宾客战战兢兢地回到座位，另一些人则起身想要离开。一位试图强行离开的高层被侍者按倒在地，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手指被深深折断。这残忍的一幕让所有人僵在原地，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囚徒。唯有尼克仍在专注进食，对周遭的混乱置若罔闻。侍者走到马哥身边，告诉他大卫有话跟他讲。马哥鼓起勇气走向大卫，大卫再一次重复那句话，今晚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他再一次问起马哥的名字，然后告诉他 Because this menu, this guest list, this entire evening has been painstakingly planned, and you were not a part of that plan. And it's spoiling everything. In order to proceed, I have to know where to seat you. 即便如此，当马哥询问他自己能否活下来，大卫依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平静地宣布所有人都将在今晚死去，但给了马哥一个选择的机会，是作为宾客死去，还是加入他的团队。面对这个生死抉择，马哥询问两者之间的区别，但他只是淡淡地说，无论是宾客还是厨师团队，今晚都将迎来同样的结局。这个残酷的宣言让马哥瞬间崩溃，他回到了座位面前，但尼克竟然以为大卫给他开了小灶。意识到处境危险的宾客们开始暗中谋划逃跑，有人抄起椅子试图砸碎落地窗，却发现玻璃纹丝不动。大卫冷眼旁观着徒劳的挣扎，随后示意下一道菜登场。侍者端上了名为堕落天使的清茶，而大卫开始挨张桌子问候顾客们。原来这些人都曾跟他有过过节，甚至光顾过11次这个餐厅的老顾客都想不起来上次吃到的菜品。大卫彻底愤怒了，他一直在试图满足那些最高阶级的人，但他们本就无法被满足。他突然话锋一转，说起了自己的投资人，而大家惊恐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窗外缓缓降下了一个绑着翅膀的人影。大卫向众人介绍，那是建造岛屿和餐厅的投资人，也是第一个质疑他烹饪理念的人。随着绳索一点点放松，那个身影逐渐沉入漆黑的海水中。目睹着整个过程，大卫露出病态的满足笑容。看到面前残忍的一幕，马哥意识到必须要争取最后的机会。侍者又来通知马哥，大卫正
正在办公室等待他。他走进办公室，说出了自己的选择，表示愿意加入他的团队。虽然他的理由是崇敬大卫的才华，但是大卫直接戳穿了这个拙劣的谎言。他猜准马哥一直在底层做服务业，要求他加入做脏活累活的厨师团队。马哥坦言自己出身底层，也向他解释了他和尼克的关系。原来这只是一出花花公子流连烟花之地的故事。同为服务的提供者，大卫问起了马哥的感受。 Do you enjoy providing your services? Yes. Or I used to. Do you enjoy providing yours? Well, I used to, but I haven't desired to cook for someone in ages. One does miss that feeling. 与那些虚伪的上流人士不同，马哥的回答直言不讳，这的确让大卫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但他依然不打算放弃离开。随后大卫来到大厅，宣布下一道菜将在户外享用。宾客们争先恐后涌向大门，却发现外面早已站满手持厨具的壮汉厨师。在众人的惊恐中，一位名叫凯瑟琳的女厨师缓步走出，准备介绍这道最后的佳肴。凯瑟琳站在众人面前，缓缓讲述其往事。她提到主厨大卫曾多次向她示爱，却始终遭到拒绝。如今这道名为男人之愚蠢的料理，正是对这段往事的回应。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凯瑟琳突然抽出剪刀，狠狠刺入大卫的大腿。鲜血涌出时，两人却出人意料的相拥。凯瑟琳将血迹涂抹在大卫身上，而大卫只是轻声说了句抱歉。这诡异的和解让在场的宾客更加困惑不安。随后大卫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给在场的男性宾客45秒的逃跑时间，之后会派人追捕，若能成功逃脱便可活命，否则就必须服从安排。话音刚落，一个年轻商人立即夺门而出，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抛下女伴仓皇逃窜，只有尼克仍坐在原位，被大卫强行赶出了餐厅。随着计时开始，强壮的厨师们手持各式厨具分散追击，女宾客们被带回餐厅继续用餐。凯瑟琳也与女宾客们一同坐下。当美食评论家提出投资她开一家新餐厅时，凯瑟琳拒绝了。那些对美食的赞美曾经对她重要过，但是现在连这个一起赴死的主意都是她提出来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很快第一个被抓回的正是那位断指的高层，他的西装早已破烂不堪。紧接着其他逃跑者也陆续被押回，包括那个已经跑到小船边的男人。最讽刺的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躲藏者正暗自庆幸时，却被侍者端着特别料理找到，不得不束手就擒。当所有逃亡者都被带回时，餐厅里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宾客们衣衫凌乱，有些人身上还带着追击时留下的伤痕。他们垂头丧气地坐在位置上，彻底丧失了反抗的意志。侍者们有条不紊地整理着凌乱的餐厅，仿佛刚才的混乱从未发生。在晚宴的最后环节，大卫突然走向尼克，他当着马哥的面质问尼克是否告知他实情。原来尼克一直是大卫的狂热追随者，早就知晓这场晚宴的真正目的。更残忍的是，当原定女伴临时爽约时，明知参与者都将丧命，尼克仍选择欺骗刚认识的马哥前来赴约。这个真相让马哥彻底崩溃，他发疯般扑向尼克，直到被侍者强行按回座位。大卫看着这场闹剧，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夸赞起尼克高明的美食鉴赏水平，并提出让尼克实现他成为顶级厨师的梦想。尼克受宠若惊地换上厨师服，却在实操中暴露出令人发指的生疏。他颤抖的刀工将食材切得支离破碎，活脱脱的像一个小丑。当半生不熟的牛排端上时，大卫只是浅尝一口，便放下了刀叉。You are why the mystery has been drained from our art. You see that now, don't you? 怒骂过后，他又附在尼克耳边低语了几句，没人知道他说了什么。只见尼克面色惨白地脱下厨师服，踉跄着走出餐厅。当大卫宣布最后一道料理开始之前，他将马哥单独叫到一旁，声称需要特定的桶作为烹饪原料。既然马哥选择加入团队，便指派他去熏制室取特制的桶。接过钥匙的马哥刚走到庭院，就看见尼克悬挂在树下的身影。这个狂热的追随者终究没能承受偶像给予的致命打击。马哥走进大卫居住的屋子，在昏暗的走廊里摸索前行。当他发现一扇隐蔽的密室门时，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那位狂热的女服务员手持尖刀出现，眼中闪烁着病态的忠诚。她嘶吼着警告马哥休想取代她的位置，没等解释就挥刀划破马哥的手臂。两人在狭窄的走廊里展开生死搏斗，最终马哥夺过刀具，在对方扑来的瞬间将刀刃送入他的脖颈，温热的鲜血喷溅出来。这场决斗随之结束，马哥成功推开了那扇尘封已久的门。密室里没有木桶，只有发黄的简报和照片。
记录着大卫从天才厨师到疯魔的蜕变。有一张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年轻的大卫，他穿着汉堡店的围裙，拿着一个肉饼，快活地笑着，那是他在所有照片中露出的唯一一个笑容。马哥抓着一个铁桶返回餐厅，静静地坐回了桌边。正当大卫准备继续晚宴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刺眼的探照灯，原来是巡警找了过来。看来马哥暗中报了警。大卫立即命令侍者为宾客整理衣装，同时警告大家不要乱说话，否则大家只会死得更快。当巡警推门而入时，看到的是衣着光鲜的宾客们在烛光下优雅的用餐。巡警询问无线电求救信号的事，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作声。就在巡警准备离开时，他认出了某位电视明星，兴奋地索要签名。明星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后，巡警激动地表示了感谢。可等他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纸上写的是求救信息。巡警突然拔枪对准了餐厅，大声命令所有人都回到座位上。众人看此情形，激动地站了起来，纷纷指责起厨师的所作所为。听闻后的巡警命令大卫双手抱头，人们正庆幸着自己终于得救了。可下一刻，巡警就把枪口插进了燃烧的蜡烛，现场瞬间凝固，宾客们刚要爆发的欢呼声卡在喉咙里。原来这不过是又一道前菜表演。希望破灭的宾客们瘫坐在椅子上，大卫指责马哥的背叛，重新把他和其他宾客列在了一起。当厨师准备最后一道菜时，马哥突然站起身，他拍了拍手，他直视着大卫的眼睛，说自己不喜欢他的食物。 You cook with obsession, not love. Even your hot dishes are cold. You're a chef. Your single purpose on this earth is to serve people food that they might actually like, and you have failed. And the worst part is, I'm still fucking hungry. 大卫似乎不可置信地问他想吃什么。在最后的时刻，他突然提出，其实他最想要的是一份热腾腾的奶酪汉堡。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要求，大卫的脸色瞬间变得复杂而微妙，但他沉默片刻后还是答应了马哥。Yeah, we can do a cheeseburger. A real cheeseburger. Not some fancy deconstructed avant bullshit, a real cheeseburger. I'll make you a very good, very traditional cheeseburger. 马哥提出还想要一份薯条，他收取了马哥快餐店里汉堡薯条正常的价钱，随后亲自走向厨房开始认真准备。他的动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专注。金黄色的芝士在高温下缓缓融化，包裹着煎制焦香的多汁牛排，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当汉堡最终完成时，大卫那张常年冷漠的脸上竟罕见地流露出一丝怀念的微笑。他亲手将汉堡和薯条端到马哥面前，而他慢慢拿起汉堡，用力咬下一大口，在仔细品尝之后，他的眼神亮了起来，但他表示自己吃不完，询问能否再打包一份带走。令人意外的是，大卫真的拿过了打包盒，还额外附赠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袋。马哥从手提包里抽出一张钞票放在桌上，而大卫只是向门卫轻轻点了点头，默许他带着食物离开这里。马哥强压着紧张的情绪，快步走出大门，脑海中不断闪回密室里的那些照片，他们记录着大卫如何从一个无人知晓的普通厨师，一步步变成享誉全球的传奇主厨。可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大，照片里的笑容却彻底消失了。唯一一张还能看出他真正快乐的，是年轻时他第一次成功做出汉堡的那天，脸上洋溢着纯粹而满足的笑容。或许正是这份久违的回忆触动了他，才让马哥成为今晚唯一的幸存者。而餐厅内，工作人员往地上仔细倾倒着酱料，剩余的宾客被精心摆成最后一道菜品——烤棉花糖饼干，用劣质巧克力和糖水明胶包上工业级的全麦饼干。这种错误的东西却和童年父母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唯一能净化一切的，只有一场烧毁一切的大火。当大卫面无表情地点燃火焰的瞬间，炽热的火舌立刻吞噬了整个空间。马哥刚刚踏上私人游艇的甲板，远处便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冲天的火光将漆黑的夜空染成血红色。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刺激的大逃杀恐怖片，但仔细品味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部充满批判意味的黑色幽默电影。那些精致夸张的美食，就像片中上流人士追逐的名利一样，只能用来欣赏，却无法真正满足人的需求。最讽刺的是，这些自诩美食家的上流人士，在面对真正的生死危机时，展现出的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无能。影片中主厨的转变特别耐人寻味，他做汉堡时的笑容多么真挚，那是他厨师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简单的食物，纯粹的快乐，让每个时刻都能吃饱吃好。但当他成为米其林大厨后，一切都变了。那些昂贵的食材，复杂的摆盘，繁琐的用餐礼仪，让食物失去了最本质的意义。他再也找不到当初做汉堡时的那种满足感。
最终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报复这个扭曲的美食世界。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地方在于，食物本无贵贱之分。真正可悲的是，那些用价格来衡量一切的人，当食物和身份地位绑定，就连大象粪便也能摇身一变，变成会员制餐厅里要预约才能吃上的甜品。主厨的悲剧，正是整个餐饮界乃至社会价值观扭曲的缩影。当美食变成了炫富的工具，当用餐变成了社交表演，我们是否也该反思，在这个追求形式大于内容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也像那些食客一样，渐渐迷失了最初的快乐与满足？我是驰明，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